5年前，我爸得了见不得人的病，这期间一直是我老婆在照顾。慢慢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讨厌。老婆，辛苦了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听说没有啊？王大山他就是个软脚蟹，根本没有那方面的能力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最近听说曼曼怀孕了。怀孕？这不可能！哎呀，是真的。我每天和曼曼一起洗衣服，她好几个月没来那个了。哎，那也不一定是李大山的孩子呀。你不知道吗？5年前他爸病倒了，从此就把自己关在他们家祠堂，除了李曼曼，谁也不见。也就是说，这5年来没人见过大山他爸。没错，依我看，祠堂里的根本不是大山他爸，而是李曼曼他养的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才有了孩子。对，再叫舌根子，把你们嘴给撕了。大山，你也别怪我们多嘴。这5年来，你有见过你爸吗？你就那么确信祠堂里的是你爸？我是没见过我爸，可是曼曼以前在城里当过护工，说了爸不能见人，需要寄养才好。哎，大山，你糊涂啊！什么见不得人？我看是见不得光。大山，你个瓜脑子不灵光！你要是不想头上长草，你就自己去祠堂里看一眼吧。是啊，算了，闲着没事儿，整天嚼舌根。祠堂里明明就是我爸，怎么会有问题？曼曼，辛苦了，喝点汤。谢谢老公。老婆，你怀孕了？我没怀孕。你最爱喝的鸡汤，你现在为什么想吐呢？那是因为啊，我最近照顾爸太累了，肠胃不太舒服，闻不得油腥味。也是，我和老婆这么久没同过房了，怎么可能怀孕？老公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对了，爸的病怎么样？爸的病啊，反反复复的，现在啊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老婆，我能不能去看爸一眼？哎，不行，我跟你说过的，爸的病见不得人。可那毕竟是我爸，我这当儿子都5年多没见了，这怎么说得过去？大山，你听我的，你要是真为爸好的话，就别去打扰他啊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，我们现在吵吵闹闹的，会影响到爸休息的。走，快走。哎呀，走吧，走。曼曼这么不想让我进祠堂，该不会真的有事瞒着我吧？这么忙，慢慢往祠堂方向去做什么？曼曼，你肚子都这样了，还能做那种事？我问过医生了，没关系的，快来吧。那就好啊，来吧。谁？谁在外面？喵！哪来的野猫？吓我一跳。明天找人把窗户封严实点。好。李曼曼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我累死累活，你却背着我养野男人，我一定要抓你们个现行！李曼曼，你背着我干的恶心事我都知道了。大山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这守了一晚上？怎么？你怕我知道你在祠堂里做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。里面根本没有爸。我尽心尽力的照顾爸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祠堂里面不是爸，还能是谁？还在这装？如果祠堂里是爸，你打开门让我看一眼呢。大山，我跟你说过了，爸的病见不得人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相信你？你肚子里都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什么野种？我没有怀孕，你怎么会怀疑我跟别人？还在这装可怜？你要是想证明你自己，就把门打开，否则我就跟你离婚。不能开。
你信我？是爸不好，得了这见不得人的病。爸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李维是爸，这下你该相信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昨天晚上是我听错了？那你的肚子？李大山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怀孕。爸现在好不容易睡着，现在又被我们吵醒了，咱们走吧。妈妈，你的安胎药我给你送过来了。什么？安胎药？这安胎药啊，要每日按时煎服，快收着吧。啊！李曼曼，你还跟我说你没有怀孕？这安胎药是怎么回事？曼曼，你和你男人怎么了？哎呀，大夫，这药我先收着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安胎药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解释清楚啊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但是这个安胎药不是我吃的。郎中亲自把安胎药给你送过来，不是给你吃，难道是给爸吃的？我现在就告诉族中长老，把你逐出我李家！哎呀，大山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人证物证都在，你李妈妈敢背着我偷人，还不让我进祠堂！我现在就让所有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！哎，大山，大山，大山哥，你误会曼曼姐了。小翠，你怎么在这？大山哥，你误会曼曼姐了。其实，这安胎药是我吃的。什么？药是给你吃的？可郎中为什么把药给曼曼？大山，我这么做都是有苦衷的。曼曼姐，事到如今，你就别替我瞒了。都是因为我未婚先孕，被婆家赶了出来，我没有地方去，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是曼曼姐收留了我，这安胎药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吃的。大山，现在事情你都知道了，疑心尽可消了吧？对不起，曼曼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小翠，你先歇着吧，后面的事你就别关心了。谢谢曼曼姐。曼曼，我理解你了，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小翠。现在我可以进祠堂了吧？不行，我跟你说过，无论如何这个祠堂都不能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进？大山，你就信我的吧。要是这个祠堂门一开，咱们这个家都得散。我外面还有活，我先去忙了，你也快回去。李曼曼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今天我一定要弄个清楚。李曼曼，你果然在骗我！好啊，李曼曼，你肚子都大成这样了，还跟我说没有怀孕？老公，我没有。李曼曼，我没想到你骗了我这么久，看这肚子，少说有3个月了吧？我说你怎么一到晚上就去祠堂，一待就待到天亮？大山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误会，祠堂里是爸，我去祠堂真的是为了照顾爸呀。你当我傻吗？照顾爸能把肚子照顾大了？这小看你还怎么狡辩？快说，是哪个男人的野种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李曼曼，自从你嫁进我李家，我从没亏待过你。你竟然背着我找男人，还怀了野种！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，我真的没有，大山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替祠堂的野男人掩饰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谊到此结束。今天我就把门打开，大家都看看你李曼曼的真面目。不，大山，不！大山，你家媳妇儿在祠堂里面藏了人，是不是就藏这里面了？没错，今天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这个祠堂门打开，给我一个公道！当斧头人，不得好死！当斧头人，不得好死！打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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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李曼曼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了。李曼曼背地偷人是我们村最大的禁忌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解释，一定要把这门开了再说。族长，不是我不想开门，而是我爸他见不了光。是见不得光，还是见不得人？大山，你糊涂！这门要是开了，我们一家就全完了。我看这门开了，完蛋的是他李曼曼。别再相信这女人的话，她不开门，说明里面就是藏着她私藏的男人。就是。各位乡亲们，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个门打开，大家给我评评理！打开门！打开门！打开门！大山，不要开，我求求你了。李曼曼，今天这扇门，我求求你了，开不可！打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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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大山自己处理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是谁？大山哥，我是陈明，是曼曼姐给李伯伯请来的专业护工。护工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1年前，爸下半身瘫痪后长满了冻疮，我一个人护理不过来，就私下请了小陈。为什么瞒着我？为什么跟我说爸不能见人？那是爸亲自要求的。爸中风以后性情大变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，最怕见熟人，尤其是你。他亲口说，要是让你看见他这个样子，他就绝食。好，就算这个解释通了，那我问你，那天我在门外听到那种男女那种声音是怎么回事？大山哥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李伯伯的专项训练之一。神经科医生说，适当的听觉刺激能刺激病人的情绪反应。这真的？这是真的？所以说是误会。那孩子呢？这个你该怎么解释？快说，孩子是谁的？是你的，千真万确。我的？全村人都知道我李大山没这个本事，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大山哥，有话好好说。你闭嘴！这是我他妈家事儿。小陈，请麻烦你先把爸推出去。现在没外人了，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在祠堂待久了，跟那个护工？李大山，你可以不信我，但也不能这么侮辱人。小陈只是个护工，我们清清白白。那这孩子是怎么回事？天上掉下来的？是你的，就是你李大山的孩子。你怎么证明？你让我怎么相信？去医院，现在就去。什么？你不是要证据吗？去医院查孕周、算日子，做所有能做的检查。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，我现在就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这个家，永远不再回来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，你当然敢。这5年来，你怀疑过我多少次？村里人只要说闲话，你回来就给我脸色看。爸的病需要钱，我多花点钱买药，你就回来盘问我半天。李大山，我嫁给你这5年来，自问尽心尽力，我没喊过一声累。可你有真正信过我吗？这是家里全部的钱，你拿着，明天去医院挂最好的科。大山，这日子能不能好好过下去，不在于孩子是谁的，而在于心里到底有没有我。查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
手术费？什么手术啊？大山哥，李伯伯昨晚睡得还行。小陈，我老婆曼曼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手术的事儿？曼曼姐只说想攒钱带你去医院看看，具体我没多问。啊，好。对了，李伯伯昨天下午清醒的时候一直指着笔，我给了他纸笔，他写到这个，务必要我交给你。曼曼，好，钱治病，别怪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曼曼，好，钱治病，别怪。难道这是留着给我治病的？你放我东西！这钱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要去医院查孩子吗？拿着钱去就是了。我是问你手术费，这上面写着治病。曼曼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钱是不是留着给我治那个病的？你不是已经给我判罪了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如果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村里人说的都是真的，告诉你李大山就是不行。我是你老婆，我知道你每次听到那些闲话，回来整晚都睡不着觉。我比你还难受。我去问了医生，医生说能治，就是费钱。我想着等我把钱攒够了，然后带你去医院把这个悄悄做了，咱们好好要个孩子，让那些说闲话的都通通闭嘴。要进城了，钱在存折里面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曼曼，你昨晚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你去医院问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去问问医生，你李大山的病到底能不能治，治疗需要多少钱？再去问有没有李曼曼这个女人，这半年去咨询过多少次？大山，存折你拿走，但我想求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查孩子之前，先去问问医生你的病。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能不能再信我一次？大山哥，这么晚，方便说几句话吗？大山哥，你有话直说。小陈，你给我说实话，我老婆曼曼她有没有跟你讲过家里的事情？曼曼姐主要是交代李伯伯的护理细节，偶尔会问问城里的医疗信息。医疗信息？关于什么的？关于男性生育方面的。大概半年前，她问我认不认识3院生殖科的医生，说想咨询点事儿。她怎么说的？她说您可能有点小问题，但应该能治。她怕直接跟您说伤您自尊，想先自己搞清楚，等攒够了钱再带您去。大山哥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。曼曼姐她每次提起这事儿，眼睛都是红的。有一次她送饭来，坐在院子里发呆，嘴里念叨：要是大山能有个自己的孩子，该多好。那神情不是装的。小陈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对我老婆有没有其他别的想法？有。但那是3个月前的事了。我刚来这儿的时候，曼曼姐一个人忙里忙外，瘦得厉害，确实有点心疼。有一次我没忍住，跟她说：“这么累，值得吗？”您猜她怎么回？她说：“
他是我男人，他爸是我爸，这个家是我的家，没什么值不值得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明白了，曼曼姐心里只有您和这个家。后来，她察觉到我那点心思，很明确地跟我说：“小陈啊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这辈子就只认定李大山了。你要是觉得别扭，我可以换护工。”我没走，一是李伯伯的护理不能断，二是我觉得曼曼姐这样的人值得尊重。自此，我只做分内的事，多余的话一句不说。大山哥，你要还觉得我和曼曼姐有什么，我明天可以辞工，但走之前，我想替她说句话。这半年，她真的不容易。不用辞职，我爸还得继续麻烦你。李大山，是，坐。哪里不舒服啊？医生，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男性那方面的问题。之前做过检查吗？没有，但村里人都说我……这样，我给你开个检测单，你先做个精索静脉曲张的彩超和精液常规，问题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你家人来咨询过吗？这名字好眼熟啊。医生，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李曼曼的女人来过？李曼曼是你爱人？她来过很多次，想了解精索静脉曲张的事儿。半年前她就来问过，说怀疑你精索静脉曲张想了解手术费用和治疗方案。上个月还专门来了解手术排期时间。手术能治好吗？手术能治好吗？轻中度的精索静脉曲张术后成功率很大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自然怀孕率很大。你爱人没跟你说？他可能怕你压力大，他每次走都是红着眼眶走的，反复问会不会疼，会不会有后遗症，特别紧张你。你先去做检查吧，你爱人攒钱不容易，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啊。原来曼曼这么做都是为了我，是我误会了她。5年了，我真是个混蛋。曼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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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老公，我的肚子。坚持住，我们去诊所。孩子，保住孩子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你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要瞒你，我只想着等你手术好了，给你一个惊喜。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瞎了眼。我都知道了，村长、手术、医生都告诉我了，曼曼，是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急性肠胃炎引发的宫缩，送来的及时，孩子没事儿，灌2瓶水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曼曼，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们跟着去的，你说尴尬不咋的？是啊，不容易啊。他们，别问他们了，以后咱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。曼曼姐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这2天辛苦你了，小陈。小陈，这是
这个月的工资我多加了500，算是感谢你这2天的额外关照。大山哥，不用这么多，照顾李伯伯是我的本分。拿着。另外，我还有事儿想跟你说。我爸的情况我大致都了解了，以后我想多花时间自己照顾他，所以想请你教我些护理的知识。你每周来个2、3次，指导一下就行了啊。工资我照付，就是不用全天守在这里。大山说的对，爸需要儿子多陪一陪，我也能搭把手。不过小陈，你有空也得常来啊，很多专业的知识我们都得向你请教呢。好，我一定常来。谢谢大山哥，慢慢请。爸，您说。不怪曼曼。爸，曼曼，以前是我糊涂，让这个家散了心。从现在起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手术费的钱，明天我就去银行全取出来，咱们一起去市里把手术做了。等我好了，好好赚钱，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红火。钱都取出来了，手术费和住院押金应该是够了。钱你拿着，你存钱，我放心。做完手术得好好养着，我给你炖了汤，在保温壶里面，路上喝。曼曼，真是委屈你了，挺着肚子还得陪我去医院。说什么呢？咱们是一家人。等你病养好了，咱们好好把果园给弄起来。爸那边呢，我已经托了陈大妈帮忙照看，小陈也说了，随时可以过来。我跟小陈交代过了，爸每天的康复动作和用药时间，他列了个清单给我，我放在堂屋桌上了。还真治病去啊！我以为说着玩的呢。我看这回是真的。昨天大山还问我哪种果树苗耐寒，说了不少正经话。咱们以前的话是说得过了，但是人家把日子过好了，那我们以后也少嚼舌根吧。走，打麻将去。走。大山，怎么了？等你病好了，咱们一家3口，哦不，一家4口一起去拍张全家福。好，拍一张最大的，到时候挂在堂中央。李大山，血压稍微有点高，放松点。想想咱们的果园，等你手术好了，你就有力气开荒了。为了咱们家，你和孩子。家属来办一下签字手续，病人休息一下，下午2点手术。好。宝宝，爸爸马上就没事了，咱们一家都会没事的。曼曼，我在。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很顺利。哎，别动，饿不饿呀？医生说要排完气才能吃东西，我先喂你喝口水吧。来，刚才在手术台上，我就想，要是真出了啥事儿，你和爸怎么办？别胡说。所以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好好的。曼曼，等出院了，我重新给你办个婚礼。以前穷，就领了证，
啥也没给你，我想风风光光的再娶你一次。傻子，咱们孩子都有了，还办什么婚礼啊？要办，我要让全村人都知道，我李大山娶了个多么好的媳妇儿。快躺下，养好身体再说。回来了，手术啥样？很顺利，谢谢大娘这几天帮忙照看吧。爸，我回来了，医生说很成功，恢复几天就好了。多亏了曼曼。大山，回来啦。王婶儿，进来坐。自家种的，给你们添个菜。那个手术还顺利吗？啊，顺利，谢王婶关心。以前是我们这些人嘴碎，说了不少难听的话，别往心里去啊。王婶儿，以前我也有不对，疑神疑鬼的，闹得家里不像人样。以后和曼曼好好过日子，多指望乡亲们关照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分你点儿。不要。哎呀，还跟我见外呢。咋样？怎么样？李大山说啥了？人家两口子是真想好好过日子。大山啊，亲口跟我道歉呢，说以前是他不对。要我说呀，咱们以前说的那些话是过头了。曼曼那孩子这5年是咋过的？大家不是没看见。就是啊，一个城里的姑娘能这么用心的照顾瘫痪的公公，换你们家儿媳妇试试。往后啊，多积点口德。走吧，走吧。血压偏高，尿蛋白也有个家，这是妊娠期高血压，得重视。医生，孩子没事吧？孩子目前还稳定，但是要多卧床休息，不能劳累，而且也还开一些降压安胎的药，这些都是自费的，效果好，但价格也贵一点。好，我听您的。药，我用好的。来。大山，要不先用点便宜的药？不行，医生说了要用好的。钱的事儿你别操心，在这儿等我，我去缴费拿药啊。爸，这是您攒的。爸，这钱您什么时候攒的？曼曼，这钱咱先用着，明天我就去后山，1天挖不完就2天，2天挖不完就1个月。
这个坎儿，咱一定能过去。大山，后山坡那种坡地荒废了多少年？石头多，土又薄，你确定要承包吗？叔，我确定，土包可以养，石头可以捡。我和曼曼算过了，先种点耐旱的果树，中间再套点药材，前2年难熬，后面就有盼头。叔，不是泼你的冷水，这承包费、树苗钱、肥料钱，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哎，你家现在这种情况，钱的事我知道。叔，我就求你一件事儿，承包费能不能分2次交？第一次先付一半零钱，然后等秋后收点药材，再付另一半。行，看在你爸的面上，但是丑话要说在前面，如果干不成，村里不会赔钱给你的。我明白，谢叔。查了资料。大山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这破地能种出东西啊？试试看，种点果树。这后山是咱村的脊梁，老一辈都说不能乱动土，动了风水，全村都跟着倒霉。各位叔伯，我查过资料了，也问过农机站，咱这土是薄了点儿，但种耐旱的果树没问题。至于风水，咱村守着荒地几十年了，我没见把日子过得多红火，不如找条新路。你懂啥？我爷爷那边就传下规矩，这地不能动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路不好走。我这是儿子养挖地土好。我爸的意思是，他年轻的时候在这放过羊，东边洼地上的土好。大山，你确定这地能种？我儿子，我信他。老李哥都这么说了，要不咱们就成全了大山。这风水……什么风水不风水的？老李哥贪了5年，好不容易为儿子说句话，咱们就当成全了他老李家。大山，你好好干，要是能干出个样来，也算给咱们村趟条路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啊，大娘，你们这是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出来活动活动筋骨。曼曼啊，让我给你烧的，他惦记你吃不上热饭。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，这天看着要变，得多挖几个树坑。哎。大山，别太急，开荒不是1、2天的事儿，细水长流。我得赶在入冬前把树苗种下去，时间不等人。大山，你也得顾及点自己的身子。曼曼在家天天念叨，怕你累垮了。我知道，
你回去跟曼曼说，我没事儿。哎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想当年修水库的时候，我可不比男人差。这地啊，我小时候也来玩过，那会儿草没有这么深，还有几棵野枣子树，结的枣子还挺甜。哎，要是真能种出像样的果树来，那也是件好事儿。我明天还来，算我一个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的恩情让我和曼曼记一辈子。不好了，后山的树苗全毁了！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大山呢？还在山上，我喊他，他没回应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你这身子可不能上山啊，路滑得很。大娘，我得去。我爸，你就先帮我照看一下，帮我照看一下。你慢点，你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大山，大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啊！发生什么了？下了一场冰雹，刚种成树苗，全毁了。毁了多少？差不多，全完了。刚种的树苗遭不住冰雹砸，肥料也冲走了。曼曼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行？干啥啥不成？大山，你看着我。啊？你告诉我，这地是你一个人开的吗？这坑是你一个人挖的吗？大娘他们帮了忙。那这树苗毁了，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这天要下雨，雹要砸地，谁也拦不住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大山，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跟爸说的话吗？你说我会让曼曼过上好日子。这话我还记着。这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摔倒了爬起来，是毁了再见。你现在站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儿。这地还在，这坑被冲了，咱们再挖；苗断了，咱们再找耐活的品种。钱没了，我再去跟娘家借一笔。可你要是垮了，我跟爸还有这孩子该指望谁？从头再来。我们从头再来。这雹子可真够狠的，损失不小吧？别难过了，看咋弄？是先清断枝，还是先整地？先把能扶的苗扶起来吧，说不定还有救，根还抓着土呢，扶起来绑个棍儿，兴许能活。大山，我那还有一点去年剩的复合肥，下午给你抬过来补补地力。谢谢，谢谢大娘们。谢啥？这地也是咱们村的，要是真能种出点东西来，以后谁家孩子上个山，不也能摘个枣？干活。歇会儿，来垫垫肚子。曼曼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山，我来给你帮忙，给你加油。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。曼曼，你这肚子应该在家休息啊。这肚子里的娃啊，也想他爹呢。哎呦，曼曼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曼曼？好痛！哎呦，曼曼这是要生了！生了！曼曼，这怎么办啊？快送医院去吧！曼曼，恭喜母子平安，6斤8两，是个男孩。曼曼，你辛苦了。产妇有点累，但状态还好，需要多休息。好。大山，我们有孩子了。好消息啊！
好消息啊！大山、曼曼，你爸会说话了。爸会说话了。对呀，爸会说话了，说明病快好了。是啊，你爸知道你生孩子了，可开心了。身体不好，委托我先来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呐。曼曼，儿子就是个福星，一出生就给大家带来了好运。孩子取名没？取了，叫新生，李新生。新生，好名字。我们家也该有新气象了。这几株长得壮实，明年秋天说不定能挂几个果，尝尝鲜。土还是宝，但苗肯活就是好兆头。哎，这真活了，我还以为这地种不活东西呢。哎，活了，枣树最耐急播，今年先让它扎根，明年就能活了。那边套种的是柴胡，明年就能收第一茬。农机站的人来看过了，说品质不错。大山，这操作的方法能教我们不？我家也有边角地。行，我那里还有农机站的材料，到时候给大家伙看看。妈妈，你看，最早种的几棵树发新芽了。真的。对了，今天小陈来给爸做康复，说爸现在能扶着轮椅站一会儿了。真的？对啊。爸，爸，儿子，你没让爸失望，爸也没让你失望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大山，爸现在不仅能说利索话了，还能站起来了。我们家真的慢慢好起来了。爸，是啊，咱们家真的慢慢好起来了。这一切是新生带给我们的好运。自从有了新生，我们家就像重获了新生一样。曼曼，我在想，如果明年我的事业挣钱了，咱们一家就搬到城里去。啊？去城里啊？是啊，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等到了城里，爸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。新生长大了，也能在城里读书。大山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一定能做到的。嗯。